你是否曾感觉自己被囚禁在自己的思想中，被一个尚未发生的未来所绑架，被万一这个无休止的问题所折磨？万一我丢了工作怎么办？万一这次关键的谈话搞得一团糟怎么办？万一我或我所爱之人的健康出了问题怎么办？这场在男性场景的血崩，并不能让你为任何事情做好准备，它只是进行一场无声的抢劫，掠夺你的平静、你的精力，以及你在唯一真实存在的时刻，当下的存在感。你的思想本应是清晰和力量的圣殿，却成了一个战场，而你永远是失败者，与那些可能永远不会出现的鬼魂战斗。你感到筋疲力尽，脆弱不堪，仿佛下一个意想不到的时间，无论多小，都可能最终将你彻底击垮。要知道，在这场斗争中，你并不孤单。这种持续的焦虑和担忧状态，实际上是人类在顺其自然式的默认状况，是一种不再为我们服务的进化遗产。有这种感觉并非软弱的标志，而是一个症状，表明你正在使用一个过时的心智操作系统来驾驭现代世界的复杂性。内心的混乱感，对每一个微小负面消息的反应，阻碍专注和行动的精神紊乱，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未经现实训练的思想所导致的结果。你被教导要期待最好的结果，但从未有人知道你如何为不可避免的最批情况而增强自己，而正是这种准备的缺乏产生了恐惧。但如果我告诉你，有一种思想的武器，一种有历史上最强大、最有韧性的人在2000多年前开发的心理技术呢？一种旨在将焦虑转化为准备，将恐惧转化为不可动摇的平静的工具。这是皇帝和哲学家们用来建立坚不可摧的内心堡垒的秘密事件。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不会给你提供安慰的话语或空洞的乐观主义，我将引导你完成预想火患 Premeditatio Malorum 的3个实际步骤。这是4多个学派培养真正不可动摇心智的秘诀。如果你准备好不再做未来的受害者，并开始成为自己住进的建筑师，请跟我来。这是你终获控制权的第一步。点个赞，以确认你对这段路程的承诺。订阅频道，以免错过任何心智工具，并在下方评论你从那个城市或国家开始这次训练。我想知道我们这支有被执行的军团正在那里形成。让我们开始吧。我们今天要解锁的工具叫做 Premeditatio Malorum， 这是一个拉丁语表达，翻译为对不幸的预象。这不是对苦难的邀请，而是4多个学派消灭焦虑的最强大的技术。把它想象成一种心智技术，一个你将安装以取代一直住在你情绪的反应，适合恐惧式操作系统的软件。4多个派学者理解一个我们现代文化已经遗忘的基本真理：诸境并非来自希望屁事不会发生，而是来自你能够处理任何发生的事情的坚定信心。这种时间是锻造这种信心的途径。这是一种方法，让你停止对生活的风暴做出反应，并开始以经验丰富船长的冷静和精确来驾驭它们。现在你必须理解这一思想的战略性重构，这一点至关重要。Premeditatio Malorum 不是悲观主义。悲观主义是一种被动的、令人麻痹的信念，认为一切都会出错。这是在生活看台上泥碎的观众的态度。4多个学派的预象则恰恰相反。这是展示在模拟场上的积极训练。这是一种对抗绝望的疫苗。你自愿给自己注射一效即可控的不利未来，以便你的思想产生人性的抗体。这是你灵魂的飞行模拟器，让你在受控的环境中面对最恶劣的点拨，以便当真正的风暴来临时，你的操控是本能的，而不是绝望的恐慌。你学会在自己的条件下造访未来。这不是一个现代理论或短暂的自我帮助技巧，这是一门经营的记录，实践了数千年。塞涅卡，4多个学派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也是尼禄皇帝的顾问，曾经告我们，医疗之外的事情有更具压倒性的效果，
意料之外会增加再难的分量。他知道最伤人的打击不是最强的那个，而是让你措手不及的那个。皇帝哲学家马克·奥勒留每天开始时都会准备好会遇见忘恩负义、暴力和奸诈的人，不是为了让自己感觉糟糕，而是为了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扰乱他的平静和他的使命感。你即将学习的技术曾支撑着那些统领帝国、领导军队、兵役，如今看来超凡的处境，面对自身死亡的人。我们准备开始训练了。第一步，内心暴雷的基础是最反直觉的，因此也是最强大的负面想象的事件。这意味着你将以一种可以的受控的方式拍练你最恐惧的场景，不是作为一种自虐行为或沉溺于焦虑，而是像演员在寿宴之夜前的总拍练。你将选择一个你真实且当前的担忧，无论是失去工作、面对一次艰难的谈话，还是处理一个健康问题，然后你会以生动的细节想象这个事件的发生。这里的目标是脱敏，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只是恐惧的眼睛知道它失去对你的控制力。这种心理排练的目的不是让你习惯失败，而是消除任何危机中最危险的元素。正量，量压是恐慌的倍增力量。通过排练最僻的情况，你熟悉了拟境的地形，你将可怕的位置变成了熟悉的场景。你开始意识到，即使在可以想象的最僻结果中，也存在着一个第二天，而在那个第二天，有行动，有生命。这种时间剥夺了恐惧对你的情感力量，用逻辑和理性将其剖析，直到只剩下一系列问题。而问题与恐慌不同，是可以解决的。这就像黑暗中一个无形的怪物与开阔战场上一个清晰可见的敌人之间的区别。很自然，你的思想会全力地抗这项练习。第一个障碍是你自己的生存本能，它在数千年间被变成为避免痛苦，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你的大脑不能很好地区分生动想象的威胁和真实的威胁，所以它会释放相同的压力和耳蒙，相同的恐慌感。它会尖叫，让你停下来，让你用一些愉快和安全的东西来分散这毅力。遵循这一步要求你违背你最基本的辩称，要求你安坐于卜卦之中，并不退缩地观察它，就像一个真正的自治实践者。这是勇气的第一个行动。第二个巨大的内心冲突是现代的迷信，那种近乎神奇的信念，认为思考批示会以某种方式将其吸引到你的生活中。有毒的积极思考文化训练。我们相信我们的思想是现化现实的磁铁，任何消极的想法都是一个危险的失败。这是对生活复杂性的有质简化。斯多葛派学者是终极的现实主义者，他们知道宇宙对我们的愿望什么不关心的，为风暴做准备并不会召唤它，只会确保当它不可避免的到来时你不会被淹死。拒绝这种迷信，你不是在吸引邪恶，你是在危险时做准备。此外，我们还面临着对情绪本身的恐惧。很多时候，我们害怕的不是时间本身，而是它将唤起的情感，被接骨的羞耻、失去的痛苦、失败的绝望。我们害怕自己无法承受再难的情感重量。我们相信痛苦会摧毁我们。负面想象可以作为对这些情绪的逐步暴露。在练习中，以可控的剂量感受它们，你会意识到一个解放的真理：情绪只是感觉，它们来来去去，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能够承受它们。你比你最僻的情绪更强大。我们的社会也把我们塑造成一份心作为主要应对机制。当一个担忧出现时，标准的反应是打开电视，滚动社交媒体的无限信息流，或用琐碎的任务让自己忙碌起来。任何事情都行，只要不必安静地坐下来面对那些困扰我们的东西。4多个学派的预象则要求相反，它要求安静、专注和对自己残酷的诚实。这是一项深刻的，有时是令人筋疲力尽的工作。生活在表面，漂浮在乐观的否认中，
要比潜入自己脆弱的深处，建立真正韧性的基础容易得多。最后，思想会反抗，因为它将这项联系与你已经在实践的慢性担忧混淆了。我一直都在这么做，你可能回想，但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担忧是被动的、循环的和非生产性的，它是一个那儿也去不了的焦虑旋转木马。4多个学派的语相是主动的、先行的和战略性的，但又反复问：如果这发生了怎么办？语相则问：好吧，这发生了，我的第一步是什么？我给谁打电话？我现在该做什么？一个是受害者的沉思，另一个是战略家的规划。为了更好的理解，让我们使用一个核心比喻：你的思想是一座堡垒。一个明智而有准备的国王不会在和平时期整天只是欣赏他城墙的高度，他会召集他的将军和战略家进行一次攻击模拟。他会问：如果敌人决定入侵我们，他们会从哪里攻击？我们防御中最薄弱的一点在哪里？哪里的墙最低或守卫最松懈？他在之上制造混乱，这样战场上就不会有混乱。他在真正的敌人利用他们之前，识别出脆弱之处。余香活换正是为你思想的堡垒进行的这种攻击模拟。当你想象失去工作时，你不是在想那个命运屈服，你是在测试你的防御。这种想象可能会解释你城墙上的一道裂缝，缺乏应急储备金。它可能会暴露另一个弱点，你的职业关系网络已经削弱，或者也许它会解释你的技能已经过时。恐惧，当在这种战略性的光线下审视时，就变成了数据，而有了数据，你就可以加强你的防御，修复裂缝，为工作好准备。远在战争的号角在地平线上吹响之前，再想象疫苗的比喻。为了保护我们免受危险病毒的侵害，现代医学会给我们注射一种该病毒的死亡或减弱版本。这种受控的暴露不会让我们生病，但会安全地激活我们的免疫系统。身体学会使别的人病产生必要的中和抗体。当真正的病毒最终攻击时，我们的身体不会恐慌，它已经准备好了防御，有了如何战斗的记忆。威胁被迅速中和，我们甚至常常没有察觉到。负面想象是你灵魂的疫苗。通过将自己暴露于拟境的模拟和减弱版本，想象中失去工作，你允许你的心里面以系统产生人性的抗体。你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体验最初的震量、恐惧和不确定性。你的思想学会将这些情绪视别为需要管理的问题，而不是毁灭的信号。因此，如果真实的时间某天发生，你将不会被恐慌和绝望所感染。你的思想将已经准备好了防御，有了如何驾驭那片地形的记忆。想象一下马克思，一个能干的专业人士，但在任何重要的演示前都会遭受麻痹性的焦虑。他最主要的恐惧是在公众面前收入。适用于像他在1周前坐下来，想象最屁的可能情况，投影一屁了。他姐姐爸爸忘记了演讲的关键部分。他的老板坐在第一排，不赞成地摇了摇头。他感到羞耻的热度，心跳加速。他没有逃避这个画面，他在细节中体验了几分钟。他让自己感受这种不挂，但接着他进入了4多个问题的第2阶段。现在怎么办？我该做什么？从投影仪失灵的画面出发，他决定为每个人带上材料的大印副本。从忘记演讲的画面出发，他决定不止疲倦的联系，不是为了背诵，而是为了内化信息，只在他的卡片上记下要点。为了对抗老板的目光，他在心里排练如何保持镇定，并专注于其余的听众。恐惧曾经是一种麻痹的力量，变成了他的战略顾问。模拟将他的焦虑转化成了一个细致的行动计划。当你完成想象时，一件非凡的事情发生了。恐惧曾经是生活在你思想阴影中的一个巨大而无形的怪物，被拖到了理性的光芒下。通过赋予它形状、细节和一个脚本，你削弱了它。它不再是一种存在的恐怖，而变成了一个后勤问题。
失去工作不再是世界末日，而是一系列具体的步骤：更新建立、启动联系网络、削减开支、寻找新的机会。不确定的恐惧是麻痹的，确定的问题是可解决的。这项联系开始了你身份的深刻转变，你从脆弱的乐观主义者，其幸福以来与外部世界的合作，转变为了有准备的展示。其平静是在内部锻造的，事物条件的。你的注境不再是环境的认知，你不再期望生活是轻松或公平的，而是开始深深地相信自己有能力变得坚强、适应性强和有韧性，无论发生什么。你的信心从外部场景转移到你的内心堡垒。现在轮到你来练习了，不要只是听，要去执行。就在今天，留出10分钟不间断的安静时间，选择一个镇压在你心头的焦虑，闭上眼睛，在细节中构建场景，不要着急。你会看到什么？你会听到什么？会对你说的确切的话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你的身体会有什么感觉？让自己暂时感受完整的情感冲击，不要与之抗争，只是观察。体验完场景后，问自己4多个拍的问题：接下来我会做什么？我的第一个具体行动会是什么？然后呢？再然后呢？开始制定一个应急计划。曾经只是黑暗中的一个怪物，现在变成了一张地图。而最根本的真理是，手持地图，无论地形多么可怕，你总会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你无法控制地形，但你能控制你的双脚。这就是所有力量的源泉。在排练了最屁的场景之后，4多个训练的第2季是掌握彻底超脱的艺术。这可以归结为一个单一而强大的时间。接纳这一步是想象的逻辑结果。一旦你面对了逆境的可能性，下一步就是接纳它确实可能发生。这不是被动的顺从或失败，这是一种战略性的认识，即生活的很大部分完全超出了你的控制。接纳是你思想战场上划定界限的地方，区分什么是你可以智慧的，什么不是。这是一种对自己以深沉的平静说，这可能会发生，如果发生了，我会活下来，我会处理它的时间。这里的中构直观重要。在现代文化中，接纳常常被误解为软弱或放弃。我们被教导要与一切斗争，要永不放弃，要鲜化一个只有好事发生的现实。但4多个排学者明白，与现实斗争是疯狂的定义，也是痛苦的根源。试图控制你老板的决定、全球经济或他人的健康，就像试图智慧潮汐。你只会耗尽你的精力，感到沮丧，并最终筋疲力尽。彻底的超脱是软弱的反面，这是将你全部不可分割的力量，只专注于你实际上可以影响的事情上的智慧。你自己的行动、你的反应和你的意志。此处产生的内心冲突是巨大的，因为它直接攻击我们的自我。我们的自我渴望控制，他想相信，如果我们足够担心，如果我们计划每一个细节，如果我们尽最大努力，我们就能让现实去赋予我们的意志，避免所有痛苦。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结果仍然可能是不利的。这个想法对自我来说是可怕的。接受是空感觉，就像承认失败。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生活在永久的焦虑状态中，他们正在对现实的本质发动一场战争，一场他们永远无法获胜的战争。这场心理斗争表现为一种顽固的抵抗。我们祝愿抓住虚假的希望，相信你精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们创造了一个我们是规则例外的叙事。彻底的超脱要求我们放弃这种例外主义情节，它要求我们审视历史、自然和我们周围的生活，并认识到一个冷静的真理：批示也会发生在好人身上。随即行使一个真实因素，命运是无常的。接受这一点不是分，是激素，这是现实。只有一个现实主义者才能为路程做好充分准备，而脆弱的乐观主义者则相信道路将永远平坦和阳光明媚。另一层阻力来自于接纳与赞同之间的混淆。
接纳你可能被接骨，并不意味着你赞同这个决定或认为它公平。接纳疾病可能出现，并不意味着你希望它或认为它是好事。它仅仅意味着你承认这种可能性是人类经验范畴的一部分。接纳是一种清晰的行为，而不是道德判断。这是一种能够看待一个潜在事实并说：“我看到了，我承认它作为一种可能性存在的能力，而不浪费精力在否认、愤怒或与现实脱节环节上。这节剩下来的能量成为你行动最宝贵的资源。”想象冲浪者的比喻，冲浪者不试图控制海洋，那将是荒谬的。他不会对海浪大喊大叫，不会怨恨他们的力量，不期望他们挂赢他。这样做是徒劳的，只会导致他溺水。相反，冲浪大师研究海浪，他接纳他们的力量和不可预测性作为游戏的一个条件。他不关着海浪，而是关注自己，他的平衡，他的力量，他的冲浪板，他的定位能力。他世间对海浪本质的彻底超脱，并实现了对他对海浪反应的完全掌控。你的情感生活也以同样的方式运作。外部世间就是海浪，经济、他人的决定、事故、疾病，他们强大、不可预测，并且完全超出你的控制。试图控制他们是通往痛苦的道路。彻底超脱的时间是学习成为冲浪者，世界那生活之狼的本质，并将你所有的精力集中在掌握你的反应上，你的视角，你的决定，你的政治，你的内心平静。你无法控制海浪，但你可以学会驾驭它，这是唯一重要的技能。另一个强有力的意象是斯多葛派的弓箭手，有哲学家西塞罗描述，弓箭手的目标是射中靶心，但斯多葛主义叫我们把这个目标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在弓箭手的控制之下，弓的质量、箭的选择、他手的稳定、他瞄准的精确度、方线的时刻，他必须将他所有的专注和卓越度奉献给这些元素。然而，当坚持开弓的那一刻，他进入了过程的第二部分，这超出了他的控制。一阵意想不到的针锋可能会事件偏吃，靶子可能会移动，另一个人可能会闯入路径。斯多葛派的弓箭手尽其所能完美地完成了所有事情，但他彻底地接纳最终结果并不完全属于他。因此，他的成功感和注定感并非来自射中靶心，而是来自以最佳方式完成了他的设计。他超脱于结果，并在他行动的卓越中找到满足感。将此应用于你的生活，在你所能控制的事情上做到最好，并以平和的心态接受结果，无论结果如何。在想象马克思的案例和他的演示，在想象了最弊情况后，他进入了第二季。他接纳即使他做了所有额外的准备，事情仍然可能出错。首席执行官可能收到了屁消息，心情不好，无论他的表现质量如何。竞争对手可能在片刻之前宣布了一项创新，是他的数据过时。他接纳这些可能性。他告诉自己，我将控制我的准备，我的清晰和我的冷静。我无法控制听众的反应。我的工作是做出我能做的最好的演示。结果属于命运。这种接纳并没有让他变得自满，恰恰相反，他解放了他。从试图控制不可控制物的麻痹型焦虑中解放出来，他现在可以将100% 的精力集中在他的演讲上。他的思想不再分裂，试图操纵房间里每个人的看法。他同意并专注于一个单一的人物，以卓越执行他的部分。对结果的彻底超脱不会导致被动，而是导致最佳表现。他消除了单有的噪音，只留下专注行动的清晰信号。通过时间彻底的超脱，你开始意识到你的内心平静本不应该外包给外部世界。你曾把它作为精神、他人认可、结果和环境的认知。接纳是拯救这份平静的行为，是把它带回家，带入你内心堡垒的行为。你的冷静变得无条件，它不再依赖于好天气、没有问题或他人的行为，它成为你自己的一个任何人都无法从你这里夺走的资产。这一步消除了痛苦和怨恨。当你不接纳现实时，
每一次呢，经都感觉像是个人的不公。为什么这会发生在我身上？你感觉自己是命运的受害者。通过时间接纳，你明白生活并不是在对你做什么，生活只是事情就只是发生。雨水击落在一人身上，也落在不一人身上。消除个人受害的叙事，是你能体验到的最大解脱之一。它释放了大量曾用于抱怨和哀叹的能量。那么，你如何具体的实践这一点呢？从微笑的事情开始，当你都在路上时，不要与现实抗争，而是告诉自己，我在堵车，这是一个事实，我无法控制它，我现在能控制什么？我的呼吸，我收音机里听到的内容，我的思想。当有人对你不好时，接纳这个人的态度超出了我的控制，我的反应，我的冷静和我的正直都在我的控制之下。开始在你生活的所有领域划定这条线，在日常小烦恼中持续不断的练习，为应对重大逆境建立了心理肌肉。你不能指望第一天就在健身房举起300公斤，你从较小的重量开始。交通堵塞、批评、小错误，这些都是你的训练重量。每当你选择接纳而不是抵抗时，你就增强了在压力下保持冷静的能力。你正在由内而外地建立人性。这一集的强大结论是获得真正的自由。自由不是能够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或拥有一个没有问题的世界。真正的自由，斯多葛派的自由，是无论外部环境如何，都能保持内心平静和品格力量的能力，是免于时间的情感冲击，而不是免于时间本身。彻底的接纳是打开那座监狱大门的钥匙。彻底的超脱，最终达到斯多葛派爱命运阿莫尔法体的概念。热爱发生的一切，无论是好是痞，都作为你旅程中必要的一部分。是理解每一个障碍、每一个困难、每一次损失，都是实践美德的机会。勇气、耐心、人性、智慧，是将生活不看作一系列待控制的时间，而是看作一个旨在锻造你灵魂的训练课程。这就是坚不可摧堡垒的心态。我们来到了训练的第3集，也是最关键的一集。这一步将斯多葛哲学与任何形式的被动、悲观主义区分开来。预防性行动，这是想象和接纳转化为策略和行动的时刻。预向不幸的最终目的不是让我们哀叹一个黑暗的未来，或被动地向它屈服。它的最高目的是激励我们在当下采取行动，是利用我们想象的负面场景，不把它当作一个需要恐惧的命运，而是一张地图，精确地解释我们现在需要在哪里采取行动来加强自己，做好准备，甚至避免那个场景的发生。逻辑是无可辩驳和直接的。如果想象失去工作解释了你的财务储备薄弱，那么预防性行动就是从今天开始建立一个应急基金。如果对疾病的恐惧困扰着你，那么预防性行动就是改善你的饮食，进行锻炼，并逾越那个你一直在推迟的体检。焦虑是瘫痪的精神能量，被困在对未来的担忧循环中。预防性行动引导了这同样的能量，将其转化为在当下进行富有成效和有意义工作的燃料。你停止为风暴担忧，并开始建造一艘方舟。这个阶段最大的内心冲突是拖延，这常常有当下的舒适感所助长。今天采取需要努力和记录的行动来保护自己面受明天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的危险，是困难的。我们的思想被设计为优先考虑，及时满足和避免不适。看一集你喜欢的电视剧比更新你的简历更容易。吃含糖的东西比准备一顿健康的饭菜更愉快。预防性行动要求你为了你未来自我的安全和人性，牺牲你现在自我的舒适。这是大多数人不愿意做的交易。另一个心理障碍是感觉问题太大了。想象一场灾难会让我们不知所措，感觉我们现在采取的任何小行动都将是徒劳的。如果我被解雇了，每月节省100元，怎么能救我？这种要要全有、要要全无的想法是导致无所作为的陷阱。然而，
斯多葛哲学是非常务实的，它教我们关注过程，而不仅仅是最终结果。每一个小小的预防性行动都是你添加到你内心堡垒墙上的一块砖。一块砖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建立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我们也与一种错觉做斗争，即认为准备会剥夺生活的自发性。一些人认为，制定应急计划和思考未来的问题是一种生活在恐惧中的方式，是不相信宇宙。但斯多葛派学者明白，真正的自发性和真正的自由来自于准备，而不是缺乏准备。能够即兴演奏的音乐家是那个花了数千小时练习音阶的人，看起来毫不费力地比赛的运动员是那个不懈训练的人。同样，能够以冷静和优雅驾驭生活危机的人是那个在平静时期为之做准备的人。准备不会束缚你，它解放你，让你能够处理任何到来的事情。让我们中文堡垒的比喻，在第一集，你进行了攻击模拟并发现了你墙上的裂缝。在第二集，你接纳了攻击总是一种可能性。现在，在第三集，你是哪位工程师，利用这些信息开始工作。你不会只是乘着裂缝，哀叹它的存在，你拿起会匠和工具去修复它。预防性行动是你生活的工程工作，这是日复一日进行的安静，常常是无形且毫无光彩的工作，确保在未公开时是堡垒依然屹立。想象那句古老的言语：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20年前，第二好的时间是现在。焦虑生活在没有早点种树的会很重。预防性行动拿起铲子，今天就开始挖。他明白过去是无法控制的，但现在是行动的沃土。你今天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为你未来播下的一颗种子。你可以播下记录、学习和准备的种子，也可以播下疏忽、分心和脆弱的种子。明天的收获完全取决于今天的播种。让我们看看这如何应用于马克思。他的想象解释了在演示中失败的恐惧。他的预防性行动不仅仅是练习演讲，而是更进一步。他发现自己在压力下回答难题的能力存在弱点。那么他做了什么？他与一为之的新来的同事安排了一次培训会议，要求他扮演一个持怀疑态度的客户，并向他抛出最糟糕的问题。他在一个受控的环境中，资源将自己暴露于不挂之中，以便为真实的时间加强自己。他没有等到战斗才学习如何战斗，他在和平时期进行训练。这是斯多葛派寻求资源不刷的原则。不要等到生活强迫你坚强，选择坚强。不要等到危机才学习如何有韧性，在小事上练习人性。洗个冷水澡，少吃一顿饭，进行那次你一直在回避的艰难谈话。每当你资源选择一个小的不挂时，你都在训练你的思想和身体，向自己展示你的舒适区比你想象的要大。你在为自己接种疫苗，对抗来自过度舒适生活的脆弱性。预防性行动也彻底改变了你与恐惧的关系。恐惧不再是退缩的信号，而变成了一个指南针。你恐惧的方向现在精确地指向你需要去的地方。你最害怕做的事情，往往正是你最需要做的事情。对公众演讲的恐惧表明需要练习这项技能。对金融危机的恐惧志向需要制定一个见识的财务计划。恐惧成为你最诚实、尽管严厉的导师，不知疲倦地引导你走向你自己的成长。在第3集结束时，转变完成了。你开始是脆弱的乐观主义者 X， 希望世界会友善。你经历了想象、超脱，现在是行动。你成为了有准备的展示。你的平静不再是被动的希望，而是积极准备的直接结果。你明白，有准备的人所面对的不是再难，这只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他已经有行动计划的场景，即使那只是第一步。这种心态赋予你一种深刻的主境，一种不被当天的头条新闻或周围人的情绪所动摇的冷静。你将你的和平建立在严实的基础上，你自己的能动性，你自己的记录，你自己的反应能力，而不是建立在外部环境的流沙之上。
你不会变得刀强不入，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但你会变得犯脆弱。这意味着冲击、压力和逆境不仅不会击垮你，实际上还会让你更强大，因为每一次都是应用你训练的机会。这个3级系统的美妙之处在于它是一个持续的循环，生活总会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新的恐惧和新的挑战。每一次，你都可以运行这个心智程序。想象最屁的情况，第1集，接纳它可能发生并专注于你能控制的事情。第2集，并在当下采取预防性行动来加强自己。第3集，这是一个实现注境和效率的算法，它不是一次性的解决方案，而是一生的时间。因此，你今天的最后一个练习是，拿起你在第1集开始操你的应急计划，看看你列出的行动，现在选择一个，就一个，最简单的、最可行的，并且今天就去做，不是明天，不是下周，今天。无论是发送那封电子邮件，做那项研究，散步15分钟，还是转移小笔钱到你的储蓄账户，迈出第一步。行动是焦虑的最终解药。你现在拥有了支撑皇帝、引导将军，并在混乱中给予哲学家和平的心智技术。这不是一个复杂的理论，这是人类心智的使用操作手册。想象、接纳、行动，排练逆境，一面被它两道，超脱你无法控制的事物，一边将你的力量集中在你所能控制的事物上，并利用恐惧作为今天加强你自己的行动燃料。这就是4多个拍鱼项的精髓。训练用物之境，内心堡垒的建设是你一生的伟大工程。每一天都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来添加一块砖，加固一堵墙，联系你的模拟。不要寻求没有问题的生活，因为那样的生活不存在，也不会锻造任何力量。相反，要寻求成为能够在问题中茁壮成长的人，那个内心平静如此坚固，以至于无论外面的风暴有多强，都能成为自己和他人的庇护所的人。你已经完成了这次训练，但真正的旅程，这种哲学的应用现在才开始。你所获得的知识，如果只停留在你脑海中的理论，那是无用的。它需要被锻造成行动，转化为日常时间，直到它成为你的一部分。目标从来不只是告知你，而是改变你。从今天起，在每一个焦虑的时刻，你都有一个选择。你可以回到被动和反应性但有的旧模式，或者你可以执行你学到的3G 4多个协议。想想，接纳、行动、技术，你所寻求的和平不在于没有问题，而在于你面对他们的能力。你希望建造的堡垒不是由脆弱的乐观主义构成，而是由准备、接纳和有记录的行动构成。你的时间训练从这一刻开始，以一个公开承诺的行动开始。这不是为了空洞的参与而请求，这是课程的延伸。我希望你在下面的评论中做2件事。首先，卸下生命，我准备好了。这不仅仅是一条评论，这是你与自己签订的合同，这是你的意向生命，是你为内心堡垒奠定的第一块基石。其次，也请评论你坚持到了最后这不是为我，这是为你和为他人。这是你记录的标志，也是向我们的社区证明，这里聚集的是那些真正致力于自我掌控的人，而不仅仅是寻求短暂分心的人。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请订阅并给或通知，因为你的旅程才刚刚开始。最后，要明白这个工具不是让你自私的保留的。焦虑和恐惧是我们世界中的流行病。你认识你生活中的人、朋友、家人、同事，他们正在进行处于你曾经进行过的相同的内心战斗。他们被困在同样的在男性场景的囚笼中。分享这段视频不仅仅是帮助一个频道成长，这是一种服务行为，这是向另一位战士提供武器，这是传递一张走出恐惧迷宫的地图，成为那个你可能没有过的想到，帮助传播平静而不是混乱，帮助建造更多的堡垒。技术4多个派的最后一课，我们生来就是为了合作，为了互相帮助承担生活的重担。前进，
去建造你的堡垒吧。